흑차의 대명사인 안화흑차. 그 안화흑차의 대사님을 만나러 온 오리엔티 상훈씨. 운천각이라는 브랜드의 이운 대사님을 만나러 왔습니다. 이 영상에서는 안화흑차에 대한 기본적인 정보를 확인할 수 있는데요. 더 나아가 중국에서 사업하는 게 얼마나 어려운지 간접적으로 느낄 수 있을 겁니다. 이 회사가 자랑하는 것들을 한번 들어보면 이거 중국에서 사업한다는 건 정말 보통 일이 아니구나 라고 하실 것 같네요. 자, 그럼 안화흑차를 만나러 가볼까요? 네, 여러분, 저는 숙소에서 이제 잘 쉬었습니다. 안화의 한 숙소이고요. 숙소도 꼭 이곳에 차 문화랑 관련이 있으면 좋겠다 싶어가지고 흑차 인상 주점을 이제 예약을 해가지고 왔는데, 차실을 이용할 수 있을 줄 알았는데 차실이 무려 180위안이나 합니다. 35,000원 가까이 돈을 내야 이용할 수 있다 해서 차는 결국에는 포트에 흑차를 넣고 우려 마시게 됐네요. 제가 한 업체랑 연락을 했습니다. 이제 이 안화흑차에 몇 분의 대사님이 계시는지를 알아보다가 안화흑차에는 총 5분의 대사님이 계시고요. 그 중에 한 분은 백사계랑 관련되어 있고, 또 한 분은 이상화래, 화래라는 회사랑 관련이 되어 있고, 세 번째 대사님이 이운 대사님, 리윈 대사님이라고 합니다. 알아보니까 백사계는 이제 마치 대익차창처럼 정말 거대한 브랜드고, 그래서 뭔가 제가 대화를 하거나 뭔가 상세하게 뭔가 가르침을 얻기가 어려울 것 같다는 생각이 들어서 패스했고요. 이상화래, 이 회사는 제가 중국 틱톡에서 찾아보니까 약간 이상한 구석이 있습니다. 사람들을 단체로 버스에 태워서 데려가가지고 이 흑차 투자에 미래가 있다라고 이렇게 얘기를 해서 너 2만 위안, 뭐 5만 위안, 많게는 10만 위안까지도 그 회사한테 돈을 내게끔 하고, 물론 뭐 미래가 있겠죠. 투자 수익이 언젠가 있겠죠. 그런 방식으로 운영을 해서 되게 악명이 높은 회사라는 걸 알게 됐고요. 세 번째 회사가 바로 이제 이 리윈, 그러니까 이운 대사님이 운영하는 회사, 이름이 운천각이라는 회사입니다. 운천각. 이 회사에 가보려고 지금 약속을 잡았습니다. 저녁 시간에도 지금 차창에 일하고 계신다 하셔가지고 오늘 저녁에 만나기로 했으니까 한번 가보도록 하죠. 그럼 가시죠. 那我问一下，我怎么称呼李总是吧？李总，我在百度上就搜索了，就是安花黑茶有几个大师，你就显示了，所以我就来到这里。你从几年开始做这个安花黑茶了啊？我们祖辈辈都是蒸茶制茶的。我们祖辈辈都是种茶和做茶的。那李总，你小的时候也是就旁边就学做茶的？我们房前屋后都是茶。房前屋后都是茶。这样。对。那个时候的制茶也是跟现在一样？那不一样。不一样。那个时候做黑毛茶。黑毛茶。对，那个时候做黑毛茶。黑毛茶是什么样的概念？黑毛茶就是我们原料茶的原料，因为我们安化黑茶，你要到山里面把鲜叶采摘下来之后，首先要杀青、揉捻、渥堆、烘焙、干燥，做成这个黑毛茶，就是老板说的黑毛茶。那然后毛茶做出来之后，供应给一些茶厂，不是他们做呀，我们在自然存放2年之后，轻加工成这种一片一片的砖啊，大柱的千两啊，就是这些系列的茶。这是安化黑茶的产物加工。对，之前是做安化黑茶的，现在可以当做半成品。对，以前是做安化黑茶的半成品，现在呢就是从那个茶园到这个成精品，成品，一条龙的，我们现在厂里面壮大了嘛。OK， 那我们韩国的茶友关注的一点就是，我们不怎么重视那个什么健康方面的一些效果，我们就一直关注一些口感、香气，这个好不好喝，是吧？那安花黑茶我们怎么推广？要怎么介绍这个黑茶的这个优势？安化黑茶它是以刘院士的一句话讲，刘振华院士啊，刘振华院士的话讲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。院士他安化黑茶，
它是不能一见钟情，它是能日久生情。对，安化黑茶你可能不会对它一见钟情，但是绝对是一款可以日久生情的茶。就是第一次喝到的时候，感觉不到，但是慢慢适应了。因为它长得不漂亮。它长得不漂亮。但是它也没有那个野茶的香味。也没有岩茶的那种香气。对。没那么足。但是它是卤味养味的。它是软味的。对。一款好茶。对，它是后发酵茶。对。是属于后发酵的。对。越醇越香的。所以我发现我们刚刚喝的这一款茶也是香气不是那么张扬，但是感觉很舒服。对。它睡觉的时候它会喝。就是晚上你睡觉之前都可以喝，它不会影响睡眠。那咖啡因这些呢？它是在我们发酵的过程当中，制作的过程当中，几次发酵嘛，把它去掉了。明白。不含咖啡因。不是微量。OK。然后苗姐，你给我看那个转，那上面有精华嘛？这个本地人要怎么对？这个是我们怎么介绍？因为不懂这个茶的韩国人觉得，这个是什么菌？它是一种发霉一样的有益的益生菌。这个是日本人定义的一个名字啊，它的学名叫做冠突散囊菌。我们俗称它为金花。它是一种有益的益生菌，它又是一种霸王菌，就是有它所生长的地方，其他的菌类都无法生长。所以它是一种然后主要对肠胃啊这一块都是非常好的。并且的话，只有1000年的那个灵芝上面才会长这个金花。明白。就是你们也做渥堆吗？渥堆发酵。做。那个过程中产生的吗？还是？这个是做好之后。压制好一片砖之后，把它放到烘房里面。烘房里面。让它自然长这个金花出来。自然长的。自然生长的。你们没有动手就放一些菌啊？不用。它都是温度和湿度下面自然长出来的。它不需要菌种。不需要。自然长。那我们就喝这个茶的时候可以放心的，必须，对。可以放心的。明白。然后对身体也好。对。就是调理肠胃呀。解油腻呀。预防这个三高，它都是好东西。明白。那最后一个想问就是，黑茶，我们普洱茶的话有香茶和熟茶嘛？一个汤色比较透亮，还有一个就是颜色很浓。安化黑茶也是有这种区分吗？有区分，我们这个汤色的话，它是橙红透亮的。因为我这一款的话，刚刚没焖多久啊，其实你焖久一点的话，它就成那个琥珀的颜色了。明白。然后我们这个是服装类的，那要是天间类的话，它就橙黄透亮的。我们安化黑茶它分为3间3砖1花卷。3间3砖。它有4间，现在有。就是有天间、贡间、生间，还有一个芽间。因为3砖的话呢，就是服砖、黑砖和花砖。1花卷呢，就是那个整条的，我们那个大厅里面一整排的那个大条的千两茶。千两茶。世界茶王。1花卷。对。分为这3大系列。OK， 好的。反正李总这么晚，我就麻烦你了。没事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是我们公司一个经营宗旨，做良心产品，卖放心黑茶。然后我们也一直这样子践行我们的这个理念。今年4月27日呢，也是我们芳香诞生10周年。然后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啊，还有各界的领导来为我们见证，在上面签了字。你到了我们这里来到此一游，也可以帮我们签个字，来签个字。好，我来帮你拍一下。这全部都是中文啊？给我对，你可以写你的韩文。韩文可以吗？可以。你找个空隙的地方。对。好的。好。哇，你们全国各地经销商还是比较多啊。对。我们有100多家。100多家。对。
然后去年的6月份，巴基斯坦的总理呢到我们中国来访华，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商务招待会。那我们联合国是协办单位。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阁下。巴基斯坦的，我听说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很好。对呀，就是因为关系很好，所以经常有这个互动嘛。对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桑香系列的小泡龙盒，都上了这个国宴。这一排是我们2011年的前两茶。前两茶。对，价值2011年建厂的首批的千两。那这里面的这一条的话，都已经价值要10多万一条了。10多万一条。对。那这里面的毛茶那个茶叶就是刚刚我们喝的一样的那种感觉吗？那个是那个带金花的浮砖，这个是属于花卷。异花卷，安化黑茶里面的异花卷。就是这个也是的，这个竹篾，它是这种原生态的包装，用的是竹篾包裹的，里面它有好几层包裹。这个外面的话是，你看一层茶衣嘛，这个是这个布料的茶衣。然后这个是用的竹篾，中间还有一层背蓑衣的那个粽叶，最里面还有一层包粽子，不知道你吃过粽子没有？吃过。就是包粽子的粽叶，所以这个千两茶它的口感很霸气，它既有竹篾的清香。也有棕叶的香，还有我们那个粽叶的粽香，以及我们茶叶的清香结合在一起，所以它这个茶的口感十分霸气。那喜欢普洱熟茶的人就肯定喜欢。千两茶都是男士很多男士都比较喜欢，因为它茶气很足。对。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奖杯就是在去年的1月份，我们刚刚我给您看的那款金色的桑香普茶，它是荣获了中国首届的10大茶王。那就是刚刚你说的，我们是6大茶类一起参评。然后我们获了10大茶王，就进了全国的前10强。包括普洱茶，也包括6宝，还包括我们的绿茶、红茶这些6大茶类。10个里面当中，然后全国那个是就是不是10个里面，是全国500多家企业一起参评报名，我们是闯进了前10强。明白。然后这个牌子，这个牌子是我们县委县政府就正月初8的时候呢，给我们送过来的一个牌匾，文化兴业，科技赋能。然后我们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是慰问了一共不到10家企业，我们是其中一家。这个是我们的桑香黑茶研发领导小组的组长，刚刚我说的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刘仲华。刘仲华。对，他就是我们这个桑香，他是茶学界的第2个院士。第一个是陈忠茂，第2个就是刘仲华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。他目前呢也是中央候补委员。那什么时候当个大师啊？大师是大师的，这里有当个大师不是很简单吧？中国制茶大师。这是2022年8月份。还有这个这个很有含金量，因为这个是中国茶叶流通协会颁发的。这个是2024年颁发的。国茶人物制茶大师。对，还有安化黑茶制茶大师。对，中华茶文化大师。那个是2018年。好齐全啊！对，然后我们这个奖，这个是纯金牌的，纯金的。纯金是吗？这个是国际发明展览会项目奖的金奖。我们是全球的4000多个专利一起来参评，我们获了金奖。全球4000多个专利，就是包括你们韩国的专利，日本的专利，或者说是这个是来自全球的专利一起参评，我们获了金奖。这是我们董事长的儿子吗？他是获得国茶人物、制茶能手。他也是创新达人、新锐茶人。他是我们中国茶叶商学院的一个学员，是我们刘仲华院士的徒弟。明白。然后也包括这个是我们国内外的一些奖项，就是来自全国全球的，一共是从2011年到现在，一共是获了104个奖，然后金奖就有87个。那这个是我们到香港香港参评的时候，虽然只是获了银奖，但是是我们湖南最高的一个奖。湖南整个湖南最高。整个湖南最高的一些，当时去香港参评嘛。这边是我们安化黑茶收藏协会的一些产品。就是安化黑茶嘛，收藏协会是我们安化就是很有权威的一个协会机构。然后我们董事长他是会长。刚刚你有说到的白沙溪那个看签字，肖一平，他就是我们
白沙溪的那个那个专门做茶的。这个协会就是集结了我们安化顶级的一些专家会出一些产品。哦，当时的主人李云对是吧？他是我们协会的会长啊。不是当时，现在也是。哦，现在也是协会会长。他就是我们协会的。哇。然后集结了我们安化顶级的一些专家。然后这些茶的话都是。它是限量版，又是很畅销的，一般很抢手的，就是有的出来1-2个月就抢空没有了。对。然后包括我们当时出的这片黑砖茶，在广州的一个拍卖会上拍卖了1万块钱一片。哦。OK， 感觉我跟协会会长很有缘分。对。我认识。他又是制茶大师，又是安化黑茶收藏协会的会长。因为我认识祁门红茶协会会长，然后我跟张平水仙协会会长合作，对，这个来这边，这个是意味着什么？就是什么所以我要跟你讲一下，因为我们公司是这么多年的一个拥军企业，所以我们就申报了这一面旗帜，其实也相当于是一种红色文化的传承，就是国家政府很认可对你们的这种对。对，当时我们申报资料就交了这么厚啊。交资料都要交这么大一叠。然后他们的一个审核很严格。这边是升国旗的指挥道，又叫天下第一道。哇。就是那个他们嘛，就是这些旗手，他们手中握的那个刀。厉害。와, 이윤 대사님께서 엄청 많은 선물을 지금 저한테 챙겨주셨습니다. 지금 차도 챙겨주시고 벽돌차도 하나 챙겨주시고 이거 안 살 수가 없겠는데. 我们协会出了一本书的还有吗？여러분 제가 이걸 지금 2편을 사버렸습니다. 야. 그리고 이 회장님 리윈 회장님이 바로 리总. 네. 这个是中国制茶大师，这个是中国制茶大师，这个是制茶大师，中国制茶大师。他属于白茶系的。这是我们协会出的一本书，就很多大师对茶的一个见解，他们的一些知识，那个茶知识都在这个里面。你看这个主打的这个。明白。那这个就是协会的一种最顶级的一个标杆了。工匠嘛。匠人精神嘛。这个是里面的包装。对。不会是吧？这里有我的名字是吧？这样。一等人忠诚孝子，两宗士品茗读书。品茗读书。你帮我解释一下。就是一首联。一等人忠诚孝子。这个我知道。两宗士的话就是品茶和读书。这个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，他根据他的一首诗，一首联来改编的。OK。一首茶联。品茗读书。就是一等人嘛，就是忠诚孝子嘛。两宗士的话就是品茗读书。品茶读书。OK， 好。